来说12星座下周好消息和注意事项，先是2个财运爆棚的星座，双子座和射手座，下周有财务方面的好运。双子座是个人正财，通过自己努力赚的，那射手座是跟他人相关的偏财。下周呢，双子射手在工作生活当中会非常实际，比如说你会觉得说我在这熬着就是为了工资能够按时发，工作能够有保障，或者呢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回报，所以领导他人的一些所谓的理想梦想啊、画饼激励啊，下周对这2个星座通通都不管用。你们更多的是内在的一种寻求安稳踏实的内驱力，促使你们能够努力，这会使得甚至过去你不太看得上的、不屑于做的一些工作，下周双子射手都会去做，因为你们已经看透了一些行业环境、社会经济的情况，你们不会给自己画饼，而会努力的在可能周围环境不是那么有利的情形之下，去想办法做一些应对之策。该断舍离的这个时候也会断舍离，不会做停留。那很多的事情呢，就会在你们这种又踏实，但是呢，同时也保持着更新的一个思考下，有新的进展和变化。当然，好财运呢，也包括可能有人请客吃饭啊，送你东西啊，或者你买东西的时候遇上折扣啊，拿到福利款项啊，信贷类的需要还的一些额度变少啊，拥有了更能够挣财的一些本领啊等等，这都算是好财运的一个范畴，可留意一下。那双子和射手需要注意的则是健康、休息、睡眠方面，以及呢面对事业、家庭内部的一些事情，当你需要去争取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不必过于顾全大局，牺牲奉献自己，或者是讲一些情义啊、情面啊，还是从现实考虑，对你们会更有利，加油哦！再是白羊座和狮子座，下周3水星就会进入狮子座了，就会重新去带动起白羊和狮子，燃起上进心和斗志。尤其是之前有一点点摆烂的白羊狮子啊，会重新找到那种主控指挥的感觉，可能不是在一个很大范围内的一个指挥啊，而是在一些小的团体里面，或者是比较亲密、链接比较紧密的一些关系里面，白羊狮子会找到自信，你们会摆谱显摆一些东西，因为你有资格。所以呢，下周你们会去做一些让自己感觉还挺骄傲的事，你也会做得很有热情，大家都会关注到你的表现，尤其是后半周。当然，此时环境和自己的状态多少还是有点阻滞、障碍、拖延，没有办法很快速的一下子完全的转换过来。但是你们找到热情了，高手的自律不是来自于坚持，而是来自于内心真的热爱。所以只要白羊狮子找到热情，你心中的那团火点燃了，那就会达到曾国藩说的人生之败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，燃情则百病皆除。白羊狮子呢，下周先是心情，就是心先勤快起来了，然后呢慢慢会增加深情、手情，达到6情全情的一个状态，加油啦！双鱼座和仙女座近期有公开恋情啊、遇贵人啊、遇桃花啊，事业生活有新的起步的机会，但是也要求你们很及时的去抓住啊，因为这些机会都有点转瞬即逝，发展变化的速度非常快。那下周呢，你们会从一种向外扩张、高调出入荧幕前、出入公众前的一种能量，逐渐的转到幕后，转到背地里去做很多别人看不见的工作和事情，去消化排解属于你自己的一些情感情绪，陷入到你自己的一个思维小天地当中。之前堆积没有处理到的一些部分呢，你们也会在这时候处理，会变得更加沉稳内敛。因为双鱼仙女呢，差不多很多事情现在是到了一个点，那这个时候是安稳适应现在的发展状态，还是要进一步卷一下呢？下周3水星换作开始，你们就开始去思考了，尤其是晚上可能会想很多，想的那个好像都收不回来，然后呢可能也会后悔啊，自己曾经浪费了一些时间，错过了一些人事。那后半周会花时间去处理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。其实双鱼和仙女现在如果选择安于现状也挺好的，但是你们可能此时又接收到很多新的消息资讯，让你们产生了一些新的念头和想法。所以呢，下周是一个思绪的调试期啊，暂时不必急于做决定，让飞弹再飞一会儿，加油啦！金牛座和摩羯座下周其实很不错，这个不错呢是在于说你们可以把它过得非常简单，每天呢自己设置一个上下班的时间，然后在这个下班时间之前，你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你本身要做的事情里，不要被外界的事情和你自己内在的焦虑恐惧所影响到，你就可以逐步的去迭代出一个新的阶段，有一条新的路会缓缓的在你面前展开。当然不是说下周就展开了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不要觉得说努力没有尽头，是有尽头的。你此时至关键的一个敌人其实还是你自己，尤其是下周3水星换作之后，你们需要的是跟自己的内在较劲，跟自己的情绪较劲，而不是跟外界的这些三方的声音啊，它是会有的，但是它也不是很重要，需要你自己独立完成的任务呢，金牛摩羯你们还是要自己完成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一个心态的坚定和自信，因为这个时候要处理的东西可能你们也会意识到是很多很杂很乱的，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把它全理清楚，去全部解决，只能说来一个你去处理一个，那就慢慢做吧。只要你不内耗，你其实就没有在拖延，只是任务或者问题它太多了，它这个时候堆在一起，没有办法很快速解决。但是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必经过程。下礼拜的后半周，可能你们会去思考一些跟现实的财务、健康、未来等等危机有关的一些事情，或者生命当中比较深刻长久的部分，它也许会勾起你的一些不安或者是紧张，但真的勇敢是带着恐惧，脚步不停。
情，可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呢，金牛摩羯就走到了那个新的起点、新的阶段，加油哦！水瓶座和天秤座呢，下周职场工作运仍然不错，但是下周三水星换座到了你们的风象宫位，会让你们增加对自己的一个严苛性，或者呢，你会更多的去思考，你会去思索工作当中的一些小失误，别人对你的一些评议啊，不允许自己犯一点点错，或者别人一句话，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你们。其实呢，工作生活当中犯错或者出点问题蛮正常的，要允许自己有一些小失误。那别人的话语和态度呢，你听到看到了就是听到看到了，不必过心。这样的话，下周水瓶天秤呢，可以更集中聚焦在现实当中的核心目标任务，因为你们这个时候这个任务其实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，那加油哦！巨蟹座和天蝎座下周好的是你们可以忙碌一波啊，去完成很多的事情，一个人分好几个人用，每天都有的忙。所以呢，哪怕可能你不知道在忙什么，但是保持忙碌的状态对你们肯定是有利的，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跟别人置气，受到一些冲击啊，不能说这个是好的冲击呢还是不好的冲击，但是容易有一点点被带节奏，就是你身旁可能有人非常的活跃，让巨蟹天蝎不得不看到这个人，也就是说这时候不停的有人要带你的节奏，可能真的对方是好心想要把你带着一起往高处飞，往光明的未来走，也可能他是有一些别的目的，但是只要巨蟹天蝎你做着自己正常应该做的一些工作任务，你的脚步不要停，你受到的牵制就会越来越少，你和对方要价提要求的一些底气啊就会足。所以呢，以高执行力去克服外界的制约吧，加油！我是安娜范老师，用心做心理学，一起更好的指导自身生活，下周见，拜拜。